这个女人不叫小美，她今天狂血了3斤华莱士，又猛灌了1升强力泻药，然后开始来到最近的教堂，为一对素未谋面的新人献上了有史以来最热烈的祝福。被捕后，她非但不慌，反而露出了奸计得逞的坏笑。她当众奋发图强，背后有什么隐情？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。早晨7点，琼和往常一样在未婚夫身边醒来，起床、洗漱、入座等饭，直到一条短信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琼低头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居然是前男友马克找她求复合。趁未婚夫转身之际，琼赶紧把手机藏了起来，故作镇定地享用未婚夫精心制作、看卖相应该师从印度大厨的早餐。琼在科技公司索尼克上班，高情商叫中层领导，低情商是两头受气，安抚下属的同时，还得替上头干不少得罪人的活，就比如裁员啊，不对，叫毕业优化。即将被裁的下属叫三妹，尽管她为公司尽心尽力，没日没夜的加班爆肝。尽管她刚付完房子的首付，背着一大笔房贷要还。尽管琼和她的私交很好，还去过她的新家参观，但如今也只能目送对方被保安赶出公司，无力回天。社会上有很多像琼这样的人，说他坏吧，他还保有最基本的良知；下属被开，他感同身受；说他好吧，朋友落难，他明哲保身，偶尔会在道德的边缘游走。就比如现在，面对前男友抛出的橄榄枝，琼犹豫了。开除下属的愧疚感和精神出轨的背德感，把琼夹在中间反复拷打，让他不得不找心理医生倾诉。工作上他两头受气，生活中他也十分苦闷。未婚夫虽是个贴心暖男，能带给他十足的安全感，但是他各方面都太无趣了，就连做的菜都一成不变。反倒和前任马克在一起的时候，天天翻云覆雨，电缆倒凤，即便吵架都充满了激情。有时候琼甚至会有这种感觉，她无权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而是被动接受着命运的安排。 I feel like I'm not the main character in my own life story. 经过心理医生的疏导，琼决定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。第一步就是遵从内心，和前男友马克见一面。这对久别重逢的狗男女，一见面眼神像勾了芡，都快拉丝了。琼本以为马克约她出来，只是想叙叙旧，聊一聊过去的风花雪月。岂料马克在明知琼有未婚夫的情况下，居然提出要复合，甚至想让琼跟着他回老家。琼嘴上说着不愿意，身体却很诚实。好在最后关头良心发现，扔下马克回了家。琼做贼心虚，谎称自己去参加了同事的欢送会，又违心的称赞未婚夫的厨艺。最后打开了流媒体平台，打算一起看个剧。这个流媒体显然是网飞在自黑，无论是 UI 设计还是片头 logo 都和网飞一模一样。主页上还有海量的黑镜自我致敬的彩蛋，咱们放到最后再集中分析。琼无意间翻到了一部新剧，剧名是《差劲的琼》，主演是当红女星萨尔玛·海耶克，我们简称她为马姐。诡异的是，剧里的女主角和琼同名同姓，发型也有7、8分的相似，尤其是那俩标志性的挑染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在未婚夫的强烈要求下，琼按下了播放键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剧的剧情和琼的真实生活查重率高达100%，只不过运镜手法更精致，演员的演技更油腻，情节人设也更夸张。比如琼起床的时候，未婚夫只是拉了她的手，到了剧里就变成亲脸颊。琼敷衍未婚夫的厨艺也变得非常做作。再比如，琼的下属是个男童，剧里为了突出他的属性，干脆把他魔改成了大母零。也许是为了扣差劲的琼的题，剧中的琼也变得表里表气。杜盆公司的牛屎咖啡，嫌弃和挖苦被裁的三妹，还故意用电子烟砸他的头。琼的亲朋好友、同事、下属，包括前男友马克，几乎所有认识琼的人都看到了这部差劲的琼。看来平台对这部剧寄予厚望，花了大力气做推广。但是对于琼而言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某天你的生活被拍成了剧，被全球1万观众围观，多半也会像琼一样崩溃。然而剧集并没有随着琼陷入恐慌而暂停，进度条继续推进。未婚夫听到了琼对自己的真实评价，听到了琼和前男友玩的有多花，紧接着他俩约会的事也东窗事发。未婚夫蒙圈了，仿佛听见雨滴落在头顶的青青草地，现在只想回家找妈。尽管琼一再强调剧里演的都是胡编乱造，可是当未婚夫提出要看他手机聊天记录的时候，琼顿时哑口无言。最终未婚夫走了，走得义无反顾，成为了琼生命中的过客。因为一部剧，未婚夫没了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慌张的事吗？当然有。第二天一早，琼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，顶着众人的目光和非议来到办公室，等待着他的却是解聘通知。理由很扯淡，因为剧里的琼开除三妹的时候提到了公司的机密算法，全网千万观众都看到了。董事会认为琼违反了保密协议，所以决定将他开除。我觉得董事会是这么考虑的：剧里的琼工作上刻薄，生活中出轨，观众自然认为现实里的琼也很差劲，要是继续留着他，肯定会影响公司的声誉，干脆随便找个理由把他开了，即便没有泄密之茬，琼也会因为左脚先卖给公司而被解聘。
不愧是索尼克公司，名字里带索尼的都不是善茬。但琼也不是一语之辈，他请律师调查插进的琼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啥流媒体的编剧对他的生活了如指掌？答案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琼在注册流媒体时签过一份用户协议，根据这份协议，流媒体有权使用用户的形象、名字和生活经历创作影视剧。为了追求戏剧效果，甚至可以魔改人设和对白，所以插进的琼合理又合法。琼一脸蒙圈，用户协议比他的命都长，除了友商的法务团队，谁有耐性挨个看完？普通用户肯定看都不看就点了同意，谁知道里头还藏了这么个暗雷？大家也别担心，我不太清楚黑镜世界的法律法规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，这种格式的条款是典型的霸王条款，即便你签了，也没有法律效力。琼哪能咽下这口恶气，转而指控插进了琼的主演马姐冒充自己。没想到这一拳又打空了，因为主演既是马姐又不是马姐。流媒体买了马姐的数字肖像使用权，通过量子计算机和换脸技术，用 CGI 生成了这部剧。马姐本人全程没有参与，所以琼无法指控她。 They could make Salma Hayek blow an orangutan if they wanted to. Oh. 顺带一提，因为插进的琼几乎完全照搬了琼的生活，所以这部剧里的琼也看过一部叫《插进的琼》的网剧，而那部巨龙剧的主演居然是大魔王凯特·布兰切特。不过黑镜的预算不够，剧里只出现了一张凯特大魔王的宣传照，他本人并没有真的参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流媒体为啥会知道琼一天的经历呢？答案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手机。手机里的各种 APP 都会时不时的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和麦克风，收集你的个人信息。只要用过购物软件，应该都深有体会。早晨上班说好累，上午给你推咖啡，下午按摩和敲背，晚上让你早点睡，半夜推送哪里的植发效果好又不贵。此处招租广告位，欢迎各路甲方爸爸来消费。AI 根据收集到的琼的真实经历，结合大数据编写剧本，再输入量子计算机，短短几小时就能生成一集。白天的经历，晚上变剧集，突出一个刚出炉的包子趁热吃。这个圈套设计的太完美，律师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劝琼认命，眼不见为净。自己的生活被实时翻拍成了狗血连续剧，关键还是日播，每天一集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琼去找律师求助碰壁的经历，同样在当晚呈现给了全网观众，也包括琼的前男友马克。越想越气的琼化悲愤为欲望，一脚踹开马克酒店的房门，要和他狠狠下一晚上象棋。没想到箭在弦上，马克却打起了退堂鼓。一想到他们的激情对弈会被改编成网剧，被全球千万用户围观，他就紧张的进不去竞技状态，就跟有人盯着你尿尿不出来一样。我寻思着，要么把手机扔出卧室，流媒体总不能用卫星监视你俩吧？要么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在镜头面前大干一场，让所有观众都成为这个 play 的一部分。可马克就是过不了心理关，尽管他想和琼复合，但他并不想就此成为公众人物，甚至因为巨人的马克在马姐面前硬不起来，而被千万观众嘲笑。琼听完都气笑了。这部剧叫《差劲的琼》，不是不举的马克。女主角还没说啥呢，你一个男配倒先有了偶像包袱，爱干干，不干滚蛋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琼干脆点开最新一集《差劲的琼》，看看流媒体把自己丑化成了啥样。看到剧中的律师也说，只要流媒体想，凯特·布兰切特都将这期摆布的时候，琼突然想到了一个去狼吞虎的计策。他现在只是个无业游民，人微言轻，但是饰演琼的马姐可是知名影星，只要想办法让马姐拒演，和流媒体翻脸，插进的琼就会被腰斩下架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说干就干，第二天，琼狂炫了一大包华莱士，把自己撑得动弹不得，然后猛灌一大瓶强力泻药，弹药填装，气势昂扬，开始来到最近的教堂，闯进一对倒霉新人的婚礼现场。他有一肚子的祝福要讲，琼被警察捉拿归案，但他很快就被律师保释出狱，回家等着插进了琼的更新。事情果然如他所料，琼那到婚礼现场的经历都被1比1完美复刻到了剧里。毕竟在 AI 的思考回路中，他这样的举动符合琼的人设，突出一个糟糕透顶，观众们也看得很过瘾。不愧是流媒体，留的就要一个畅快淋漓。但是马姐不乐意了，因为剧里奋发向上的琼顶着的可是她的脸。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马姐这辈子都没想象过有朝一日能看到自己在教堂里宣泄自我。自己奶奶看到这集能活活气死。马姐想指控流媒体，却遇到了和琼一样的难题。根据他签署的影像权协议，流媒体公司有权用他的脸演绎琼可能做出的任何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当众拉屎。这时候就衍生到流媒体观众要问了，为啥要在协议里着重提当众拉屎呢？其实这是个伏笔，最后记得提醒我回收。协议签的这么详细，马姐别说是打官司，甚至无权要求下架剧集。她在教堂的光辉时刻将被流媒体永久收录，对此律师也无能为力。既然向上申诉的路子走不通，马姐就只能向下施压，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琼聊一聊。他要是再闹出啥幺蛾子，这部剧就该改名叫《烂透的马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睡眼惺忪的琼被门铃吵醒，看到马姐站在门口，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。这就好比某天你一觉醒来，发现彭于晏站在你家门口，还是来寻仇的。
马姐有着灵活的道德标准，她刻意回避了自己利用琼的人生牟利，反而通知琼不尊重神圣的教堂，故意败坏她的荧幕形象。琼听完也怒了，你失去的只是荧幕形象，而我爱情和事业全没了，架也吵了，气也消了。两人冷静地分析了一波，在这件事上，他俩都是受害者，有着类似的遭遇，还有同一个复仇对象，应该统一战线，把矛头一致指向流媒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才能让插进的琼彻底消失呢？琼的计划非常简单粗暴，他俩潜入流媒体公司大楼，砸了那台自动生成剧集的量子计算机。Fucking, you know? 琼的计划看着像个笑话，其实现实中的商战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前有李国庆带着5名壮汉闯进当当网办公室抢公章，后有中电电机董事长亲自翻墙进对手厂区偷拍谍照。去年7月，昆明哈罗单车经理划破了70多辆美团电动车的车座，用实际行动告诉围观群众，最直接的商战不是断他资金链，而是划他车座店。所以，应对流媒体最高效的黑客手段就是把机器砸烂。毕竟量子计算机不是服务器，一粒容灾也不好使。第二天一早，琼和马姐兵分两路，开始实施这个既可行又可靠的计划。马姐身穿黄色连体衣，彰显傲人的身材，大概是在致敬致敬李小龙的沙特比尔。她大摇大摆的从正门走进流媒体，谎称和 CEO 有约，但前台没查到预约记录。马姐只好改口说要上厕所，不是外面的公厕，而是里头的私人卫生间。毕竟插进了琼最新一集，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只要马姐和屎这2个词条以任何形式结合在一起，观众们就会联想起教堂汹涌蓬勃的一幕，所以他再也不敢去公厕了。前台觉得有道理，只好放他进来。此时 CEO 正在接受采访，听说马姐来了，立马叫保安把他赶出去。殊不知马姐已经混进了公司，趁保安不注意，绕到后门开门放琼进来。新闻报道上说，量子计算机就在 CEO 办公室的对面。等琼他们赶到办公室，正好撞见 CEO 正在给记者介绍自己的伟大计划。原来插进了琼只是第一步 ，CEO 从8亿个用户里随便抽出琼这个普通人当样本，以他的经历翻拍剧集插进了琼，用来测试系统。插进了琼大获成功，证明了 CEO 的计划确实行得通。接下来，流媒体会根据用户喜好推出各种各样量身定制的剧集，甚至以记者为主角的剧集也已经制作完毕，这周5就上线了。记者有一时不解，为啥所有剧集都叫插进的某某这么负能量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观众爱看呀。流媒体也推出过某某很牛批系列剧，但观众根本不买账，他们不乐意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更喜欢看别人遭罪，似乎别人过得不好，自己的日子就显得没那么糟了。听完了 CEO 的宏图伟业，琼和马姐油然而生出一股使命感，立刻前往走廊尽头的计算机室。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名声，为了另外8亿个流媒体用户的自由，一定要砸烂那台该死的计算机。马姐踹开大门，按到唯一一个管理员，逼他打开量子计算机的防护罩。琼却被屏幕里的剧集吸引了注意，量子计算机正在生成插进了琼，但主角的脸竟然不是马姐，而是琼本人。小伙伴们坐稳了，本集最大的反转来了。原来琼和马姐所在的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，也是插进了琼网剧所在的虚拟世界。他们上面还有一层世界，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。我给大家捋一捋，现实世界里存在着一个叫琼的女人，因为授权给流媒体公司，她自己的生活被拍成了狗血日播剧，并由知名女星安妮墨菲提供数字肖像授权来扮演她，所以现实世界里的琼是琼 1.0。我们在剧中看到的这个安妮墨菲扮演的琼，其实是琼 2.0。而在 2.0 的世界里，由安妮墨菲扮演的琼 2.0 也发现自己被流媒体公司坑了。此时的剧中剧里的琼由知名女星萨尔玛·海耶克，也就是马姐扮演，我们可以叫她琼 3.0。而在 3.0 的世界里，萨尔玛·海耶克扮演的琼 3.0 同样被人翻拍成剧，这才出现了由凯特·布兰切特扮演的琼 4.0。按照这个规律无限套娃，就可以生成无限多个虚拟世界。各个版本的琼用看剧这个行为，让他所在的世界和下一层虚拟世界产生交集，形成了层层嵌套。距离现实世界越远，情节也就越抽象。我们一开始以为主角琼所在的世界就是真实的现实世界，其实这里已经是根据原版琼的经历改编，由女演员安妮墨菲提供肖像，通过量子计算机生成的网剧世界。听懂了的弹幕里打1，听不懂的把自己打晕。还记得马姐签的协议里重点提到了当众拉屎吗？其实是现实世界里的原版琼干出了在教堂当众窜稀的荒唐事，所以 AI 在生成剧本的时候，才会在协议里特意标注了这一点。如此具有冲击性的事实，前天把琼和马姐的 CPU 干爆，或许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发挥了作用。琼一拳打晕管理员，决心打烂制造这一切的量子计算机。然而事到临头，他反而犹豫了。如果他就此罢手，流媒体就会继续践踏人的尊严。可要是他打烂了量子计算机，下层嵌套的无限个虚拟世界就会消失。
消失。而且如果琼打烂了量子计算机，就说明原版琼也做了同样的决定。就在琼犹豫的功夫 ，CEO 已经带着保安闯了进来，听到自己可能会死，原本催促琼赶紧动手的马姐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。关键时刻，琼突然恍然大悟，她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原版琼的经历改变而来。如果她打烂了量子计算机，也并不是自己做出的选择，她只需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就好了。很多观众怀疑原版琼所在的世界也是虚拟的，其实不只是观众，就连剧中的人物也有同样的疑惑，所以安妮·墨菲才会在量子计算机被毁坏后心有余悸地检查自己的双手，生怕自己嘎一下就没了。但是量子计算机套话的逻辑是，虚拟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是现实世界的映射，所以只要发生了女主大锤80这个事件，那全部虚拟世界都应该消失，没有消失的只能是最上一层的现实世界。一场闹剧过后，量子计算机被砸得稀碎，虚拟世界也随之消失。原版琼被警方逮捕，没过多久又被保释出狱，恢复了自由身，只不过脚上多了个电子镣铐。自从量子计算机被打烂以后，琼的生活豁然开朗，她交了新的男友，开了一家自己的咖啡店，还和安妮·墨菲成为了好朋友。差劲的琼终于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。以上就是科幻剧《黑镜》第6季第1集《差劲的琼》的全部剧情。差劲的琼将琼的真实经历添油加醋后公之于众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，对他的声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而现实中也有不少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影视剧，这类作品具有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，同时具备震撼心灵的力量和当下的热度。除去影视作品本身之外，它还能发挥一定的社会价值。就比如韩国电影《熔炉》，不仅收获了高票房和高口碑，还形成舆论、盗币案件重审，甚至推动了立法。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。首先，真实事件改编成影视剧，需不需要原型人物的授权？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，其中绝大多数根本不需要授权，因为授权的前提是你得有这个权，比如专利权和著作权。原型人物及事件本身是一个既定事实，而不是当事人和家属创作的作品。即便如此，绝大多数制片方都会在改编之前找当事人和家属积极沟通，争取达成共识，这样既可以避免后续扯皮带来的麻烦，又能更准确地了解事实经过。况且寻求授权这个行为本身也来表达对当事人的尊重，给影片带来好名声。这时候有人要问了，既然不需要授权，那为啥总能看到当事人家属起诉片方的新闻呢？因为翻拍电影不需要授权，但这可能会侵权，侵犯的是当事人在民法典中规定的人格权，包括姓名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和隐私权等。如果影片中虚构的情节造成了负面影响，就涉嫌侵犯名誉权；曝光当事人的隐私，则涉嫌侵犯隐私权。影视剧不是纪录片，主要看点不是还原事件，而是戏剧冲突。导演和编剧肯定要用虚构的情节来丰富人物的性格和经历，所以影视剧里的角色并不等同于现实原型。但是大多数观众都像本集剧情中插进了琼的观众们，并不能将原型人物与角色分开。2018年《我不是药神》上映，票房和口碑双丰收，但原型人物陆勇却向制片方发出了维权声明，因为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。当时陆勇同意编剧韩佳女干预他的经历创作剧本，对方承诺要将其人物形象写得正面，但结果却和想象中的有所出入。陆勇没打过老婆，更没卖过印度神油，关键是他没有通过卖药赚钱。2019年，昆汀·塔伦蒂诺的《好莱坞往事》上映，也被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强烈抵制，因为片中的李小龙狂妄自大，侮辱了他父亲的形象。说明对真实事件，特别是案件的改编，应该更关注受害者和家属的感受，避免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。2003年，冯小刚导演的手机上映，主演严守一是一档谈话节目《有一说一》的主持人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《实话实说》的主持人崔永元。最后，严守一的情人上位，主持《有一说一》，现实中刚好是何晶代替崔永元主持《实话实说》。尽管当事人竭力否认，但观众都认为里面就是崔永元的真实经历改编，误以为他是个婚内出轨的渣男，导致崔永元抑郁症加重。2018年，冯小刚宣布将开拍《手机2》，崔永元忍无可忍，拿出一抽屉的证据，揭露娱乐圈偷税漏税、阴阳合同的丑闻，掀起了席卷整个内娱的大地震。还有个例子，2019年，全国大力推进扫黑除恶运动，揭露出尘封16年、震惊全国的湖南操场埋尸案。浙江某电影公司拟将案件改编成电影《操场》，在国家电影局进行了备案公示，但受害者邓某平的亲属认为，改编电影《操场》没有获得授权，他们对操场事件依然心有余悸。邓某平的妻子得知此事，甚至抑郁症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大家觉得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尺度，需要遵循什么原则，还要注意哪些问题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讨论。
黑镜系列总是将故事背景放在现代或者近未来，那个世界的科技树一定会点歪，导致某项技术出奇的发达。通过普通人在使用科技产品时的种种表现，反思科技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，黑镜讲的是媒介本该是人的身体的延伸，却反过来侵袭使用者。插进了穷的世界，大数据空前发达，人的隐私变得一文不值。穷所在的未来其实早已到来。不信打开手机，里面的各种 APP 无时无刻不在收集你的个人信息，大数据推送操纵着你的偏好。你能看到我这个视频，没准就是大数据推送的结果。导演似乎觉得这个主题有些薄弱，于是增加了层层宇宙嵌套的设定。我个人倒觉得没啥新意。瑞克和莫蒂玩过很多次平行宇宙嵌套的设定，前几年上映的异次元骇客也早就将类似的情节搬上了大荧幕。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以在我的主页搜索解说。好在导演的活够好，本剧的亮点其实不在设定本身，而在导演如何用镜头和画幅呈现和区分不同的世界。尽管插进了球有无限嵌套的世界，但剧中主要展示的只有其中3个，分别是原版琼所在的现实世界，主角琼生活的插进了琼 2.0， 还有他在流媒体看到的插进了琼 3.0。马姐扮演的琼醒来，镜头在旋转；吃个早饭，镜头在摇移；开着去公司，镜头在推拉。镜头好像得了多动症，一场戏恨不得8个机位。因为这段画面是量子计算机生成的，和原版琼的经历隔了一个版本，情节更加戏剧化，运镜风格自然突出一个浮夸。相比之下，插进了琼 2.0 更多采用固定机位，景别也是中基景居多，这一点很符合电视剧和网剧的拍摄习惯。有些剧组为了缩减成本，一场戏就2、3个机位，成片全都是中近景正反打，被戏称为大头贴剧。到了现实世界，人物的服化道更贴近日常生活，运镜方式也更写实，手持摄影的占比明显增多，在反映人物内心波动的同时，也能让观众更有代入感。就像我们平时用手机记录生活，运镜和构图没什么讲究，对焦能对明白就不错了。还有一个点很有趣，在网剧世界里回看现实世界，其实只能看到由监控摄像头、电脑和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拍到的画面，太可怕了。我现在就想把所有 app 的摄像头授权给关了。沿着行业内有句黑话叫新手玩构图，老手玩色彩，大咖才玩画幅。同样是为了区分3层世界，剧中也出现了3种画幅。现实世界的画幅都是1.77比1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6:9，普遍适用于宽屏电视。插进了琼 2.0 多出了上下遮幅，画面长宽比变成了1.85比1，俗称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标准，因为这是35毫米电影胶片的画幅比。插进了琼 3.0 的画面，上下遮幅变得更宽，长宽比变成了夸张的2.39比1。这种画幅适合展现戏剧性的宏大场面或者大范围打斗，比如黑豹和复联4都是2.39比1。这种画幅比逐渐和大片画上等号，被各大制作方滥用。导演用这种画幅展现插进了琼 3.0， 也是在讽刺这种现象。除了导演的独具匠心，本集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彩蛋多，剧中安插了不少黑镜的专属彩蛋，和其他集相互关联，串起了一个黑镜宇宙。估计只有对每一集都如数家珍的观众，才能在第一时间看出其中的奥妙。首先是流媒体平台，无论是红色的 logo、主页的 UI 设计，还是源自纸牌屋标志性的敲砖音效，都是在致敬如今黑镜的金主网飞。这集的内容也可以被看作是网飞的自我吐槽，依靠大数据写出来的稀烂剧本，看似精准，其实乱七八糟的投放机制，良莠不齐的剧集质量，用快乐化的产品消解影视剧发展100多年得来不易的神圣地位，这些被观众所诟病的槽点，却成了网飞最突出的标签。打开流媒体主页，海量的彩蛋扑面而来，咱们挨个梳理。首先是杰罗姆 ·F. 戴维斯的纪录片，这个角色出自黑镜的互动电影《潘达斯奈基》。男主角想根据母亲留下的小说《潘达斯奈基》创造一款游戏，而那部小说的作者正是杰罗姆 ·F. 戴维斯，因杀害妻子被视为狂人。因为的纪录片封面有些模糊，但是通过显眼的 Smart 可以猜到，主角应该是政客迈克尔·斯马特，出自黑镜第6季的第5集。如果你拿着放大镜逐帧看完了第6季，就能从各种细节拼凑出此人的政治生涯。他原本是保守党的成员，却因为性格过于激进，丧失了大量选票，最终被赶出保守党。临走时，斯马特大放厥词，声称自己一定会回来。没想到他还真的重返政坛，成功当选英国首相，去美国访问，结果再次遭到群众抗议抵制。第5集发生在1979年，而第1集是2020几年，这老哥活得够长的，而且他的经历怎么看都很像川普，不知道川普能否顶住重重指控，再一次让美国 great again。斯马特的纪录片右边是2015年的科幻剧《太空舰队》，这部剧实在太过冷门，某办查无此剧。IMDB 上也只有个非常简陋的封面。这部剧和黑镜唯一的联系在第4季第1集卡利斯特号，男主收集欺负过自己的同事的 DNA， 制造出一模一样的虚拟克隆体，把他们放进自己创作的 VR 游戏，肆意的发泄和报复。而他最喜欢的剧就叫《太空舰队》。
最右边有一部叫《普通人的剧集》，已经暗示了流媒体选择剧集主角的标准，越普通越平凡，就越能让观众产生比较的想法。下一行第一个，亨利湖真相大白，出自第6季第2集，一对情侣为求名利，拍摄关于连环性虐杀手的纪录片，却意外揭露了隐藏的真相。这部后来广受好评的纪录片就叫《亨利湖真相大白》。在右边的剧集《宁静之海》就厉害了，这部剧中剧并不存在，却贯穿了黑镜全6季。第1季第1集，首相和猪亲密接触，摄影师的代表作是《宁静之海》。第6季第4集，自杀的出轨演员，他的代表作也是《宁静之海》。第3季第1集，描绘了一个被打分系统操控的畸形社会，饱受摧残的女主搭乘 cosplay 社团的顺风车，那卷成 cos 的作品就是《宁静之海》。那集的女主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照片，居然也出现在这一集。只要细心观察，你就会发现宁静之海出现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，如今也算是黑镜系列独有的彩蛋之一，就好像9号密室的兔子。右边的纪录片《寻找里特曼》和上面杰洛姆的狂人纪录片一样，出自黑镜的互动电影《潘达斯奈基》。科林·里特曼是一名游戏设计师，随着观众选择的不同，他也有着很多不同的命运，不过都不咋美好。顺带一提，饰演里特曼的演员叫威尔·保尔特，从《纳尼亚传奇》《移动迷宫》到《银河护卫队3》，这孩子一直都演这种又丑又傻的角色。不久前我姐说过的《冒牌家庭》里也有他，人设比我的基因跌幅都稳定。右边的综艺节目《热点》，看过黑镜的应该都觉得眼熟，出自第1季第2集。底层人民靠蹬车赚点数为生，男主最后参加的选秀节目就是这档《热点》。那集男主的同事钟爱的另一档综艺节目，也在本集流媒体的首页。下面一个纪录片，出自黑镜第1季第1集，首相被黑客玩弄，被迫直播和猪发生关系。流媒体上线的这部6集纪录片，讲述了首相不为人知的秘辛。拷贝杀人诛心，垂取便是。跳过差劲的穷，左右2个关于动物的节目和下面只露出半张脸的节目，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出处，欢迎小伙伴们在弹幕里补充。倒数第2个节目，从粉色假发不难猜出，出自第5季第3集，被原生家庭压榨变成小爱同学的知名女星艾希莉。最后一个节目叫朱尼佩洛的梦，对应第3季第4集朱尼佩洛，讲述发生在虚拟世界圣朱尼佩洛局势大好却又充满悲伤的故事。自从2016年网飞买下黑镜，第4季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到了第5季几乎全是注水和糊弄。黑镜第6季相比第5季有了一定的进步，故事都千奇百怪，有些甚至都脱离了科幻范畴。有作死情侣拍犯罪纪录片意外找出旧案真凶，有赛博牛头人创的纯爱战士轰然倒地，有狼人大战狗仔队讽刺毫无下限的媒体，有和魔鬼签订契约献祭3条人命拯救世界的荒诞故事。第1集差劲的穷是最有黑镜灵魂的一集，但第6季总体质量良莠不齐。我肯定不会像9号密室那样全做视频解说，除了第1集之外，大家还想看哪一集，或者对黑镜不感兴趣，想让我解说其他影视剧，也欢迎在弹幕评论区告诉我。偏偏在暑期档也偷偷摸摸的准备了一档新连载，过几天就能看到，不是换大家手里免费的点赞，不过分吧？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超越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超越频道中1%的审片人，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，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。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！